这上面有很多比较有趣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把它这个问题回答出来就 OK 了。打个样，我抽个蓝色的蛋。哦，好尖锐啊！那换一个。好尖锐，换一个。什么？可以让我们知道吗？啥呀？如果你的朋友们和他见面表示不喜欢他，你要怎么办？那他就失去这个朋友。那他就失去这个朋友。一个乌鸦在这关起来。兰兰会不会抽一个蓝色的呢？会。你是怎么称呼他的？有没有什么亲昵的称呼？他抽的怎么这么甜呐？吃瓜。吃瓜。我叫他小方医生。小方医生。虽然他是一个听上去很官方的，你能懂吗？我能 get。对，我们在小屋里不也是叫他方？不，就是你多了一个小，就是他说没有人叫他小方医生，要么叫他小方，要么叫他方医生。但是就是小方医生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昵感。小方医生。然后，我觉得他穿衬衫的时候，我都会心动。穿衬衫的时候更小方医生了。对对，是那种感觉。那他叫你什么？兰兰公主，兰兰公主。哇！看不出来啊，方医生。他的哪个小习惯让你觉得超可爱？好好奇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我一会儿没回他消息，我只在高铁站换乘，他可能是担心我有情绪了，然后就给我发了超多的解释。这种情况，我觉得他很可爱。然后我就会说，我没有生气啊，我没有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有情绪了。是男生安全感不够吗？还是感觉他有点小心？是的，其实我们在相处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可能我就是关注点在这个问题本身上，然后我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思考模式。Harry 会更加偏情绪化一些，然后他的表达也是从解决情绪开始出发的，但是我可能会着急先解决问题。然后我这个人说话又很直，然后会有一点，我害怕会有点伤害到对方。也不要这么想，就是可能我觉得啊，作为男生的角度，他可能也是很珍惜这段感情的，所以说也才会非常有点小心的感觉。所以你可以先找到他恐惧的源头是什么。怕你不要他。完了，不会是我本身？也有可能是你曾经有过负面的情绪，让他接收到，所以他会小心翼翼。第二，可能是他过往的一些经历，让他认为女孩可能就是容易生气。就是更需要对，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你要解决他恐惧的源头，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去说开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两个人，接触的时候。观点的碰撞是很吸引我的点，所以我会很想听到对方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但是如果说对方更在意你的情绪而不表达自己的观点的话，我会觉得，总会觉得在顺着我说。就是他一开始其实都会有自己不那么想一下子被别人全部看完的部分。那我觉得你可以用一些行为，就给他安全感，去让他更快的卸下这些防备。那我该怎么就是，让对方多输出自己的想法？其实我想看见对方 ，deep talk 一下。但是时间没有像兰兰这种会比较长，很多深度。你们应该会有很多深度聊天吧？就是其实小芳她本身不是一个很喜欢深度聊天的人，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但是我跟他说，就是其实我会是一个比较在这方面有需求，就是精神的交流或者是深度的一些聊天，更了解对方。我们是个长期的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尽早的看到真实的对方，因为我们也将一起面对很多事情和风波。兰姐，以后我就要叫兰姐。就一开始你要先提出你的需求，而且其实你提出需求的同时，男生肯定也，如果是他喜欢的女生需要他，他自己也是开心的。这也体现了他对你来讲是很重要，你也很就是依赖他，你遇到困难你会想到他。是的，对，确实没有说，没有表达。对，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确实有点要强。如果大吵一架后联系不上他，这时你的应对方式是？就在我看来是分情况，如果是因为对方的原因发生了这一次争执，我是会希望他自己理顺了之后就立刻就过来找我。其实我会好奇小远跟乐成的进度，就还是比较慢吧。就是每对情侣有每个对情侣的速度进展，人家不一定是情侣。就是没有说出了小屋之后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好，也没有说一下子变得特别的不好，就是还是跟小屋，就是大家在小屋里怎么样，然后在小屋外就是怎么样，就还是这个进度。那这个进度是你？其实我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比我还要慢很多的人，双方可能在节奏方面会有一点不太对应的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你因为也要开学了嘛，其实一段关系你要走得长远，立刻异地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你们有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说我觉得你应该现在也不是说不那么着急，我觉得你心里其实是会有点急，会有一点点，但是那他不急吗？他比之前稍微好一点了，因为他之前在小屋的状态确实非常的慢。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件事情拿出来直接讨论一下，比如说你要马上异地的这件事情，你们有讨论过吗？有讲过，但是会觉得很压力。他会觉得你在 push 他做一个决定吗？会有。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紧急的事件。但是我其实出了小屋之后到现在1个月，我们就周末的时候能见，然后就平时就是微信上稍微聊一聊，然后微信上其实也说不了特别深入的话题，就肯定没有面对面更加直观，所以我会觉得其实还是慢慢来会稍微好一点，就是增加见面。对，就是之后异地这个事情会更加拖慢一些进度。你还有多长时间？你会不会？你还有多长时间？又不是不回来了。你还有多长时间？真的，这很关键。可能之后我开学了，我得到北京去，可能1个月里面最多就见个2、3回这样子，所以我想，没有那么高密度相近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让双方都维持着感情和生活的一个平衡？其实异地恋还是得有一个奔头。如果你在北京念完书以后，你会考虑回杭州吗？是会回江浙沪的。对，所以可能这就是一个奔头，就是你们未来是有可以长期相处的。那这段时间确实大家都需要双向的多付出一些才是。我有一个秘诀，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36问，36问里面的问题可以帮你迅速的拉近你跟他人生观、价值观上的很多东西。其实你越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在你这里就会越特别。
因为其实去花时间了解一个人各方各面的过程中，其实你对他付出的精力也是多很多，所以他在你心中和其他人肯定也会变得更不一样。小王子对他的玫瑰很喜欢，是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多让他跑几次看你，我觉得是没有问题。而且在例如说他去看你的时候，你也要珍惜体谅他这份付出。那你对他的感情和感觉有任何变化吗？也差不多，那就可以了，就坚持自己想做的就可以。只要你自己舒服就可以。我觉得我还是会按照我们两个都更加舒适的方式去相处。你有你自己的节奏，不要因为别人交圈了，你就匆忙的交圈。